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德国一条不限速的高速公路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左边的这两个道都是超车道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只要你的车允许、车况允许，还有路况允许，都可以随便你开，什么速度都可以，你开300公里每小时都可以。比如说，你看刚才这个车，肯定超过应该180应该有吧。好，我们现在已经限速120了。现在啊，大家可以看到120限速。我们自己的车呢是时速120，不限速的高速公路。其实跟普通的德国高速公路没有什么任何区别，它只不过有的路段它可以给你开什么速度都可以，具体是哪些路段不限速我也讲不清楚啊。比如说刚才从前面1公里、2公里左右就限速了。刚才那里又提示还是限速120。这段呢是希特勒时候就有的高速公路，应该是原来修的时候就1930几年、1940几年，那时修的时候可能是双向4车道，现在到2024年变成了双向6车道了。现在还是限速120。在德国是这样，就是它这速度呢没有像中国那么严格。比如说限速120，可能你开130，一般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你看我们左边这个车肯定是开140了，因为比我们的快很多。其实德国人相对来说对这个车速啊，真的没有像中国那样守规矩。这与德国这个交通法的那个罚款有比较大关系。因为限速120，刚才说了，就是可能要130以上吧，可能才会有罚款单。还有，比如说我们前面右边这个牌子啊，它画了一个加油站那个牌子，还有那个刀和叉的，就表示呢，这个休息区既可以加油，也可以吃饭。在德国的高速公路，如果是休息区的厕所，它是要收费的。在德国的高速公路呢，还有一种标志呢，厕所不收费，就是呢不是休息区，它就是一个停车场。好，等一下呢，我把镜头换到前面去了啊，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德国西南部，因为这个周末由于家庭的原因，我要去，比如说德国的斯图加特呀，还有去德国西南部另一个地方去走亲访友吧。所以呢，这个周末我没有在德国西部的科隆。现在呢，我们所在的高速公路这段已经限速到80了。在德国是这样啊，就是高速公路很多这个所谓的施工地段，有的时候施工可能一个地方很短，但是呢也要好几年，所以特别的无语。在德国啊，其实高速公路如果是按照比如说全段是400公里，虽然有可能有些不限速的路段，但是最后呢可能400公里也要开3-4个小时左右，速度也快不起来。像德国高速铁路也一样，也快不起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啊。限速到80了，现在连80可能都开不到，现在只有50了。反正挺无语的。这里在建造一个什么桥，我估计呢这个桥是给那个动物过的啊，为了动物保护嘛。大家看到现在这个脚手架就是这个桥，肯定是动物的，因为两边它没有路，只是森林，那就是给动物迁徙的时候过。我们今天呢，因为呢我是出来走亲访友，所以呢没有办法去翻一些现在德语媒体报道德国2号人物，也就是德国副总理、德国环境以及经济部长哈贝克，现在正在访华，这我没有办法去静下心来去报道他。其实我瞄了一眼啊，他这次去访华没有受到比如说中国总理李强的接见，然后德国这边人就比较破防。当然破防呢，其实德国人我看了大多数读者的评论都是幸灾乐祸，因为本来这个德国经济部长就特别不得人心，所以他在中国受到冷遇。德国大部分的读者他们的评论来看呢，都是亲者痛仇者快吧，对吧？就是仇者比较多，所以大家都很欢乐。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唠嗑一下，昨天呢我上传了一个节目，就是给大家看了一下这次我回国，然后呢从中国带了多少东西，人肉带货带到德国来了。刚才是那个导航在说的话。
我这次呢从中国带过来的东西几乎都是在拼多多上面买的。然后呢，有不少的网友说：“哎呀，我不应该在拼多多上面买东西，因为它的质量太烂了，不要那个坏了中国制造的名声等等。”其实朋友们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在拼多多上面买东西，如果是过于便宜的东西，我的那个期望值是很低的，因为我肯定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你花比如说10块钱买的东西，你不可能期望100块钱那个质量，对不对？就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规则是这样子啊。说到这里呢，我想停顿一下，可能大家从这个我的车的车窗能够看到，现在呢我们正在一个施工地段吧，长度3公里左右，在我的记忆当中应该有7、8年了，一直还没有完工。真的，大家没听错。这是3公里的高速公路，它是相当于扩建或者是怎么样，反正现在已经7、8年了，一直呢都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呢，很多人很无语啊，这车开得很慢。然后旁边呢，你看连隔离带都没有，之前也住在高速公路旁边，这是比较老的高速公路了，就是希特勒时代的。你看现在还是双向4车道，所以呢快不起来。我带过来的东西就是在我们家自己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自己的那个使用的感觉啊，就是比如说我这次还带了，还有上次我也带了那个20块钱的无线的蓝牙耳机，我是给我的德国伴侣带的，他特别满意，就是欧元，就是2、3欧元买的啊。我在德国看了同样的东西，不是那个拼多多海外版，就是在德国，比如说在德国亚马逊上面买的啊。现在我给大家又换一下，我们现在又到了不限速的路段了啊！现在大家可以肆无忌惮的开快车了。比如说我左边的这个车，它就开得很快，我估计呢肯定有160。然后呢，这个车可能更快，你追我赶，现在这个态势是这样子。反正你看都比我们开得快，对不对？我们现在速度是125，但是现在还是整个车的速度快不起来，因为前面只要不让道，你就开不起来。我发现呢，德国人有这个好处啊，开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讲规则的啊。就是说，他超车之后，一般来说啊，都会往右到这个行车道，然后把左边的那个超车道留给别人。这点我认为啊是做得不错的。大家看右边这个牌子，它有 WC， 这个牌子这个厕所就是免费的。因为它不是那个加油站那种休息区，而是普通的休息区，所以这个厕所呢，相当于是国家帮建的吧，所以就是免费的了。那加油站那种厕所呢，是加油站自己的，是私人的，所以那种是收费的啊。好，大家看，注意画面的左边，这个车就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的时速是130，它的时速大概是200左右。因为这一段我刚才说了是不限速的，这是从卡尔斯鲁尔一直呢开到那个慕尼黑那边，就是8号高速，是从西往东的东西向的高速。刚才说了，就是我在拼多多买那个特别便宜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也知道，就是我自己1分钱1分货，也不能有过多的期望。20多块人民币的蓝牙耳机是入耳式那种我觉得特别的好。然后呢，我这个德国伴侣他用了之后特别满意，真的很满意。这次呢，我还在中国的时候，他又叫我带，因为他那只呢丢了一只，在那个应该是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不小心呢，可能他在做什么练习的时候，然后是丢了，然后再也找不到一只了。又叫我带了另外一副过来。他原来有一副呢是在德国买的，那个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牌子，花了199欧元，应该是5、6年前买的吧，所以它的续航呢不好，而且那个东西特别大。虽然是那个无线蓝牙，但是已经5、6年前的设计，所以呢已经落后了，电池也不行，所以他不太满意。他用了我送给他的那个3、4欧元的东西之后，他就觉得特别的惊喜。我开始没有告诉他多少钱了啊，他以为很贵。然后
他说这个音质其实也不错，跟他的那个199欧元的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他只是普通的那个音乐爱好者啊，就是听听音乐或者听听广播，并不是什么音乐那种发烧友，放得出音乐，可能能听清楚就可以了，我猜是这样吧。当我告诉他这个耳机只花了3欧元的时候，他觉得简直不可相信啊！他认为不可能啊，怎么能够制造那个3欧元的东西出来呢？在德国不可能，绝对就不可能。而且这种东西德国也没有。一般啊，现在这种电子类的啊，还有日用品啊，大概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制造在德国东西还有哪些呢？大部分你们在德国家具城里面买的家具，几乎有90%的概率是中国制造的，一般是中国制造，然后呢可能是土耳其制造有一些，德国本身制造的家具几乎没有，我不能说100%，几乎没有。我自己也买过啊，就是在德国买过家具，那个包装那个纸箱上面写的就是 Made in China， 对吧？那就中国制造。还有在德国宜家，大部分它的家具都是中国制造的，所以刚才我敢说，就是德国大部分的家具呢都是中国制造，德国的电子产品啊，德国日用品也是。好，我们回到呢，我在拼多多刚才说了啊，我带了几欧元的东西回来，我的那个期望值不高，所以往往呢给我的惊喜就更多，因为你期望越低，那你就失望就越少，对吧？你期望越高，也许你的失望就越高。所以一个人的心态一定要摆正啊，做任何事情我觉得都一样。那么我在拼多多上面买东西也一样，而且我发现在拼多多便宜不一定是买到不好的东西，为什么呢？其实在拼多多买东西呢有一些规则吧，比如说一个规则就是有百亿补贴的那种产品应该不会差，还有另外一个呢，它是退货包运费的，这绝对也是可以值得买的。因为啊，比如说有的时候10块钱的东西，它的卖家敢包那个退货的运费，退货运费一般来说，如果你自己去退货，最低要9块5或者10块钱，但他的那个东西连运费那个发给你，然后还包退货的运费才10块钱，那就说明呢，这个卖家他有一定的自信，他的产品是过得硬的。否则如果是大家都退货，他不早就关门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只要你注意这样的逻辑，一般来说就不会买到特别差的东西。这是我自己在拼多多无数次购物之后得出一些我觉得我一个人的经验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有的同学说我这个电饭煲，比如说90块钱的还包运费，这个电子产品呢，如果是价格太低了，要千万小心啊，可能质量还不好。这个牌子啊，好像我看到他说是什么小米旗下的一个牌子，对不对？我不知道。我看了很多在网上，我先做了功课，好评如潮，所以呢我才买的，否则我也不敢买。一般啊，我买这种电器是买我认识的品牌，比如说什么格力呀、美的呀。什么海尔啊，而且我不会光看一家卖家他们的那个好评，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很多好评它是可以刷出来的，对吧？我不是光看好评，我觉得是看那个差评，因为一般来说啊，这个差评不会去刷出来，对吧？好评去刷，差评不会。所以呢，如果是那个卖家，他那个点评非常多，如果他的差评呢非常非常的少，或者几乎没有差评，那我认为啊，这个产品是值得买的。或者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产品实在太便宜了，我就有赌一把的心理。像这个电饭煲，因为我做过功课，虽然它是90块钱，但是我拿到手之后还是大出我的意外，因为从做工还有质量来说，真的是太好了。我想呢，3、4个月之后呢，我可以做一期节目，看是不是坏了，我可以自己打脸自己。但是我有这样的自信，我认为啊不会。至少从那个质感来说，还有从那个设计啊外观来说，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我不相信呢它是种什么劣质的产品，因为我在国外吧，可能我的对比呢更强烈。我发现呢，特别是在这10年来，中国产品不管再便宜，
中国产品，我认为啊，从设计到质量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是真正的山寨产品啊，这种质量的，真的我认为已经非常非常少了。这是我自己的那个直观的那个感受，还有我自己的那个经验。因为我每次回国，一般都会买不少的东西，然后呢自己试用。我发现呢，这几年真的中国的产品设计还有质量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飞跃。还有我发现啊，这也是10年左右吧，就中国汽车它的设计也是有个质的飞跃，可能与中国人的审美观提高有很大关系。另外我也听说前几年啊，中国很多汽车制造商请了很多德国的还有西方的设计师来帮中国这种汽车制造商来设计他们的产品，这也是一个中国这个汽车啊它的款式啊从外观来说有个质的飞跃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一个呢是中国本身这个工业我认为上了一个台阶，另外一个呢与挖角外国的那个设计师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我在前几年德国媒体也看到过，就是说什么原来他是宝马的设计师啊，或是奥迪的设计师，现在呢跑到中国去了。德国媒体也偶尔有这样的报道，就说明这件事情呢应该是真的。所以从这2个侧面，一个是从汽车。好，还有从另外其他工业产品的那种设计制造来说，我认为啊，中国的工业制造工艺都有一个很大的质的飞跃，这是好事啊。所以每次呢，我回国，我不管是在网上的拼多多，还是在什么淘宝上面买东西，拿到特别是工业产品啊，我认为呢是更多的是惊喜，而不是失望。我比较失望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凡是服装类的东西，可以这么说吗？我买10件，有5件我是不满意的，就是特别的失望。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啊，那个中国的网店视频啊，还有那个图片做的比产品本身要漂亮10倍，所以呢，你拿到手的时候就觉得反差太大了。所以呢，我买服装在淘宝呀，或者是在拼多多，我只买它是退货，这个运费它那个卖家负责的。那这个情况下我就不怕了，因为我不满意，我直接退货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我大部分我觉得在中国网店的网购体验还是相当好的，特别是买工业产品，几乎没有失望过。会自动呢跟在德国比。可以告诉大家，我在中国买的很多电子产品在德国有卖，而且也是中国制造的。那我为什么我回到中国了，有这个天时地利，不可以从中国自己带过来，对不对？因为在德国同样的产品要相当于在中国买起码要5倍到10倍的价格差。你说我有那么傻吗？对吧？我就顺带就从中国带过来了，我能够节约5倍或者10倍的费用，那为什么不可以？我买的多了，可能我那个半张机票的价钱我就挣回来了呢，对不对呀？我自己呢，因为我是穷人的孩子出身的，所以呢也没有那种奢侈消费的观念，舍不得。我觉得这性价比对我本身来说，我觉得不值得，我就不会买。我并不是说一定要看那个哪个牌子我才会买，我是看一个它的设计，然后呢，在网上我比较人们对它的看法，对吧？对它的评论，然后呢，只要我喜欢，还有价格合适，那我就会买，好吧，朋友们，我就今天跟大家说说，为什么我在拼多多上面买一些你们可能看不上的电子产品，而且我买了之后呢，我一般都是在家里用啊。我的德国伴侣每次都感到非常的惊奇，也感到意外的惊喜，就觉得中国的产品真的非常的不错。所以呢，这次我一口气又帮他带了2副那个无线蓝牙耳机给他，有一副是备用的，有一副他现在使用。然后这个电饭煲带回德国之后，我们马上就用上了。我看这次我带那个台灯送给他的，他也用上了。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见，拜拜。这是一个小镇，德国西南的小镇，叫 Bellheim。在车里拍拍德国的小镇，或者叫农村吧，有点像农村一样。这里大家可以看看是怎么样的。还有拖拉机，你看。这是典型德国西南部的这种建筑风格啊。Die Kirche wahrscheinlich, da vorne wahrscheinlich geht es dann rechts rein. Ja. Die kleine Kirchstraße, müsste da vorne. 140 Meter. Ja, da vorne. Rechts. Rechts abbiegen auf Große Kirchstraße. Ja. Rechts abbiegen in die Große Kirchstraße. 这里。打。Nach 800 Metern im Kreis In 400 Metern rechts abbiegen in die Friedrich-Ebert-Straße. Friedrich-Ebert-Straße. Bei mir ist geradeaus. Lieber geradeaus. Ja. “这里有个加油站，一升是1.85块欧元，250 Meter。这里可以说是岁月静好，30公里区。Muss es reingehen. links abbiegen auf Adenauer Ring, Ja, dann klar. weiter geradeaus auf Adenauer Ja, Ring. jetzt hier. Wir sind normalerweise von dort gekommen. Ja, normalerweise ja. 好了，我们去一家老年公寓，去拜访我的伴侣的母亲。各位，今天是2024年6月23日，给大家看看德国一家私人老年公寓，每月收费大约5000欧元，4万人民币，其中自费2/3，相当于自费2.6万元人民币，保险公司出1/3。这是一个单间，只居住一位老人，属于比较好的待遇。全套公寓使用面积大约25平米，有一张桌子、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张椅子及一张单人沙发。因为在一个小镇，老年公寓处于该镇的边沿，所以窗外的景色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个42寸的电视，包括一日三餐以及下午茶，还包括非酒精类的饮料，一般是矿泉水、茶或者咖啡。咱们来看看这个公寓的卫生间吧，有一个取暖器、一个洗手盆、一张椅子，可以坐着淋浴，然后就是马桶了。一般一个工作人员护理15位到20位老人。这位老太太是我德国伴侣的母亲，所以是个真实案例。好了，朋友们，你们对这家德国老年公寓的收费及条件有何看法呢？